最近，医科病毒11型造成多起新生儿重症，新闻上提到死亡率高达80%，让很多准妈妈和新手爸妈心里很紧张。但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澄清一件事，这个80%指的是已经发展成重症的新生儿，不是所有感染肠病毒的宝宝。所以，不需要过度恐慌，但一定要提高警觉。今天，我会一次告诉你，什么是医科病毒11型，为什么新生儿特别高风险，有哪些检验、治疗与预防措施，以及家长最需要知道的保护重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小小观察，大大检验，我是主持人医检师 QQ。今年台湾出现了多起新生儿肠病毒重症，截至目前累计13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确定病例，其中7例不幸死亡，创下近6年同期新高，其中有10例都是新生儿，感染的病毒型别全都是医科病毒11型，其中6例死亡，让许多家长感到恐慌。根据疾管署的定义，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属于第3类法定传染病，通报条件必须符合下列任意临床条件：第一，出现典型的手足口病或疱疹型咽峡炎，同时伴随肌抽跃、脑炎、急性肢体麻痹、急性肝炎、心肌炎、心肺衰竭等严重症状；第二，即使没有典型手足口病或疱疹型咽峡炎，但若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，合并脑干脑炎或急性无力脊髓炎，怀疑由肠病毒引起，也属于重症。第三，3个月内的新生儿，如果出现心肌炎、肝炎、脑炎、血小板下降、多重器官衰竭等败血症症候，且排除细菌感染等其他常见病原时，也会被列为重症肠病毒。也就是说，新闻中提到的高死亡率，是针对这些重症案例，而不是所有感染的宝宝。很多人以为肠病毒是一种单一病毒，但其实肠病毒是一大群病毒的总称，它是小汉糖和酸病毒科中的肠道病毒属，包括小儿麻痹病毒有3型，克沙奇病毒 A 型与 B 型，医科病毒，以及4种微分类型别。这次新闻的主角医科病毒11型，就是医科病毒家族的一员。大部分幼儿感染肠病毒后，症状通常是发烧、喉咙痛、口腔或手脚长小水泡，属于轻症，休息和补水后都能自行康复。但新生儿，尤其是出生2周内的宝宝，情况就完全不同。由于免疫系统尚未成熟，如果妈妈在怀孕时没有感染过，体内没有抗体，宝宝等于是赤手空拳，一旦遇到病毒，风险会大幅升高。更麻烦的是，新生儿常常不会出现典型症状，可能不发烧，却精神不佳，不想喝奶，甚至出现呼吸急促、心跳过快、皮肤冒出淤青或出血点。这些表现很像败血症，但病情却可能在短短1-2天内急转直下，影响心脏、肝脏、脑部，甚至导致多重器官衰竭。肠病毒在人群中的主要传染方式有3种：第一，粪口传染，也就是吃下受污染的食物或水，或手不沾到病毒后再碰嘴巴；第二，飞沫传染，吸入带有病毒的飞沫；第三，接触传染，例如碰到病人皮肤水泡的渗液或分泌物。但对新生儿来说，还多了一条高风险途径，就是母体垂直感染。如果孕妇在怀孕末期感染肠病毒，病毒可能透过胎盘传给宝宝，在分娩过程中，宝宝经过产道时也可能因接触到带病毒的血液或分泌物而被感染，甚至在出生后，与妈妈或家人近距离接触时，也有机会被传染。因此，对于准妈妈来说，如果在预产期前后2周出现肠病毒症状，例如喉咙痛、发烧或腹泻，一定要立刻告诉医师。医师可能会建议延后剖腹产，让妈妈有时间产生抗体并传递给胎儿。等到妈妈康复，体内有了抗体后再生产，宝宝出生后就会多一层保护，能大幅降低重症风险。如果怀疑感染肠病毒，目前的检验方法主要有3种。第一是病毒培养，从喉咙、脑脊髓液、粪便或水泡液中分离病毒；第二是 RT-PCR， 能快速侦测病毒并分型；第三是血清学抗体检测，目前主要用在肠病毒71型快筛，原理是检测血液中是否含有肠病毒71型的 IgM 抗体。医师会根据症状与检验结果综合判断，是否需要进一步治疗或住院观察。目前针对医科病毒11型没有疫苗，也没有特效药，因此防护措施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武器。孕产妇在临盆前后2周，如果有发烧、喉咙痛或腹泻症状，一定要主动告诉医师并遵循建议。平时也要减少出入公共场合，避免与有症状的人接触，勤洗手，必要时戴口罩。家庭成员回家后，要先换衣服、洗手，再抱宝宝。环境与物品要定期消毒，最常用的是含氯漂白水，一般环境建议使用500 ppm 浓度，大约是5匙漂白水对8瓶大宝特瓶水。处理呕吐物或分泌物污染则需要1000 ppm， 疾管署网站上有简单的图表可以参考。至于母乳喂养，过去的建议是妈妈感染肠病毒时仍可以继续哺乳，但今年专家修订了临床处置建议，如果宝宝是新生儿或未满3个月的高风险婴儿，妈妈在感染期间最好暂缓哺乳，可以挤奶后丢弃，维持泌乳功能，等到妈妈康复，母奶中不含病毒后再恢复哺乳，这样对宝宝会更安全。如果真的感染了怎么办？目前肠病毒没有专属的抗病毒药，治疗方式以支持性疗法为主，医师会协助退烧、补充水分、维持心肺功能。新生儿若出现重症，通常需要送进加护病房，密切监测心跳、血压、肝肾功能和凝血状况。最重要的是早期发现，尽快送医，才能降低死亡风险。最后再提醒大家，新闻上提到的死亡率高达80%，是指已经发展成重症的新生儿，不是所有感染肠病毒的宝宝都会这么危险。所以不要过度恐慌，但一定要提高警觉，落实防护，并且及早送医。如果宝宝有疑似症状，务必立刻就医。
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。小小观察，大大检验。我是医检师 QQ，我们下次见。